哎，来，让一下，好，放这儿。不是让你带娉婷出去走走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今天不是走水电吗？我不听着不放心呢。你看管子都不够啊。娉婷呢，我让连小姐看着呢，你放心。怎么又是她啊？这是谁呀？对，连小姐，没事，我们在说水电的事儿呢。哎，连小姐，你认识啊？听郑伯说这2天装修你帮了不少忙，谢谢你啊。都是邻居嘛，客气什么呀？对了，郑伯啊，包间的墙纸，我朋友那儿到了一批新货，明天我们可以去看看样本。好，林小姐，借步说话。来，这位。娉婷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你看这乱着呢。来，到这儿来。娉婷，来。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拉我进来说悄悄话。我就直接说了，连小姐，你有什么目的？目的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帮忙照顾娉婷，帮忙指导装修，还不辞劳苦去看样，怎么，生意不错了？你不觉得你过分热心了吗？唉，没办法，我这人呢，从小到大就是热心肠。怎么犯法了？有错吗？至于把我拉进来什么？郑伯，木袋呀，主任呢？在里边呢。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明天还约了郑伯去看样品呢。娉婷，郑伯说你在房间里干坏事呢。我？他说你把人家漂亮小姑娘拉到房间里来，不让人进，你想干什么呀？老实交代，漂亮姑娘呢？在这儿呢。郑伯还说，人家连叔看个墙纸，你就不高兴了？他怎么惹你了？你怎么对他这么反感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他总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，而且他整天围着娉婷和郑伯转，我心里有点不踏实。那明天我去看墙样吧，我也是凤凰楼的股东，也该干活。回头呢，我就把他的工作全都交接到我这里来，这样就不用麻烦他了。你觉得呢？娉婷，来，你有吃的吗？郑伯，哎呦，木袋来了啊！坐这儿吃，坐这儿吃。来，搁盘子里吃。来。哎，好，谢谢郑伯。哎，来了。来，连小姐，来，请。这是连小姐，这是木袋。连小姐您好，前阵子您帮忙，罗人都跟我说了，辛苦了。客气。这木袋呀，也是凤凰楼的股东之一啊。今天让他跟你去熟悉，以后这事儿都由他来了。这些日子啊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这不好意思啊。客气什么呀，郑伯。那走吧，车在外面。好，那郑伯我先去了。哎，好。走了，郑伯。姐姐，姐姐上楼。姐姐不上楼了，姐姐出去一趟，拜拜。吃吧，坐下吃。哎，来。这款呢是一个纯手工艺品，然后在它每一个雕刻的方面的话，细节处理的相当的不错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大理石的画面，
它每个石块都是由手艺人去处理的，每一小块的细节、持久性啊都很强。然后这个呢，这6款都是采用德国进口材料打造的，刻雕方面的细节等等处理的都很不错。然后这边是调彩师，颜色的采购呢。并铁，看什么呢？姐姐，上楼。这是下楼，娉婷。你上下搞不清就算了，怎么还改我性别？我说啊，早饭你就别吃了啊，这都晌午了，你干脆一觉睡到晚上再起床得了。好香啊，有点饿了。刚好我也饿了，你要不进这家店再逛逛，我来点个外卖。好呀，那我不能吃辣，少点辣吧，谢谢。好。喂，老板，哎，刚刚那份订单是我下的，麻烦您帮我重辣，另外我要了个苏打水，千万别忘了。谢谢。不是野人。我听那个专家他说了，它属于灵长目原属，后面杂七杂八说了一堆，我也没听懂。确实，野人的说法这流传于民间，科学界一直不太认同。哦，对了，罗哥，还有件事，就是你还记得月亮山那个消失的寨子吗？也是最近有老人出来说起这段往事，说20年前月亮山这个寨子还没废弃的时候，有个女的进山挖药，被野人糟蹋了，然后她老公就带着我们村里的猎人进山把她堵起来，最后把她打死了。可是后来有人发现这女的总往山里跑，而且还跟一个小野人待在一起，这一来二去，流言就传开了。很多人都说这个小野人就是她和这个野人生的崽。不可能啊，野人属于人类，不能跟人生孩子的。当时的月亮寨已经有整体的搬迁计划，那个女的老公让她一走了之，别管那个孽畜。可谁知这女的却抛家弃女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这个事情的真实性有待考证。还有，这个女人不回来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她是出了什么意外回不来了？那我再打听打听。抛家弃女，她还有个女儿。猜错了，另一个不是野人，是女人的女儿。信件不全，还有块琥珀，她给了自己的女儿。世界这么大，会在哪儿呢？姐姐上楼，姐姐上楼。娉婷，你说的是木代姐姐吗？她不在这儿，没法上楼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姐姐上楼说了一天了。不是木代姐姐。娉婷，你是说姐姐上过楼是吗？是那个姐姐。
你这个是什么地方的擎天坡？具体什么地方我也记不清了。反正是多雨的地方。连叔，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明天还约了郑博去看样品。那明天我去看抢样吧，我也是凤凰楼的股东，也该干活。哟，这位是谁呀？看着有点眼熟啊，好像是我们这里曾经雇佣过的一个员工吧？不是程叔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我真不敢了，我以后不这样了。叔，我觉得这小子认错态度还算可以。是，再说这些天咱面试的那些替工都不带领我，笨手笨脚，这小起码一个顶仨。我领我，我告诉你，不许再有第二次了。绝对没有第二次了。赶紧来干活吧！哎，于万三，走吧，上车！哎，您受累。哎，聂张叔，哎，你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是说连叔是那个女人的女儿，还挟持了小老板娘？那女人身上的琥珀，可是我师傅献下来的，连叔把她抓走了，这打击报复。怎么样？哎，说是开车走的，白车，走了1-2个钟头了，这没法找啊。要么咱报警吧。报警？那人家销售场合都说了，2个人有说有笑提着烧烤上的车，证据呢？我们拿什么证明那是挟持绑架呀？用最笨的法子，才沿路定步摄像头。走。这儿。哎，谢谢您啊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把你吊起来，一定很好看。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没有得罪我。你得罪的是他。特高，骗状，有不规则断口。过去你们未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只是觉得琥珀是个保命的宝贝，所以就分给了他孩子。你老家是不是在月亮山？有一个小姐妹是野人，对不对？
那种又脏又臭的小畜生。我的姐妹，她配吗？可是你妈妈一直在照顾她。那是我妈，她疯了。她隔三差五的就往山里跑，给野人养崽子。村里把话说的这么难听，说她生了野人的种，她也不管。可我呢？我阿爸呢？我们不要脸的吗？可是你妈妈照顾她总是有原因的吧？原因？她有一次进山采药，一连几天没回来。我阿爸担心她派人去找她，却看见她衣衫不整的和一个野人待在一起。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瞎子都看得出来。我阿爸打死了那个狗东西，为了保住阿妈的颜面，他再三拜托同行的人不要把事情说出去。可是他倒好，他却说什么自己进山遇险被野人给救了，是我阿爸没有搞清楚状况杀了野人，他心里愧疚，太可笑了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你为什么不信你阿妈？万一她说的就是真的呢？可那是他编的。他也知道自己被糟蹋了没脸，故意说什么报恩的瞎话，报恩会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吗？我可是他的亲生女儿。阿妈，这块琥珀真好看，你看它的颜色像不像蜂蜜啊？像，甜甜蜜蜜，保吉祥安康。等你长大以后啊，阿妈把它送给你，好吗？好，你乖。他为了那个丑东西，连我都不要。你就没有想过，也许是你妈妈遇害，再也回不来了呢？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可是回来过。阿妈。他把琥珀留给了那个小畜生，却留了这么个丑东西给我。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，他好像通人性，他会懂我，会安慰我。和你说这么多也是浪费时间。还是赶紧上路吧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来，小心小心！有人！怎么了？把门关上。小老板娘。小老板娘，走！不该帮你碰到！我控制不住他！这么恶心！我去！主任。
死了。哎，刀抽不死他，得找其他工具。我去拿家伙。被困于黑暗和旧带中，追寻光明那么穿透，尽管把我卷入漩涡，必定会有你来拉住我。然而岁月某个年头，总有些并肩是逃跑马快开门！小心！又没来了！烧死你！给。烧死了！烧死了！我开盖了啊！这是个什么？这是古文字，刀字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。若你还是要挂水啊！去拿水。好。木袋。我来了。又怕什么？不是，妹妹，你给说说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还有楼上那女孩，她那牛劲儿能把我直接从那铁门里拉进去。我也是，是人吗？那罗刃，那家伙到底干嘛的呀？他那飞刀，唰！我现在感觉这跟鬼屋似的。那老伯给咱吃的是羊肉吧？那我也吃了。刚刚谢谢你们，娉婷应该没事了，就是有点伤口，医生应该处理了。牡丹，你刚刚没受伤吧？行了，东西困这儿了，娉婷也脱险了，也没有什么事儿了。收拾东西吧，回利息。坐飞机回来，帮我看一下，谢谢。我们俩看着。刀还你，刚刚谢谢了。不用了，本来就是你的，我拿着又没有什么用。我没跟你说，是因为我如果和你说了，你一定会反对。娉婷是我妹妹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受罪。我想着心锏上身之后，不会立刻起作用，而且我的意志力比娉婷要强，心锏没那么容易控制我。怎么这么爱哭啊？我哭是有道理的。你这么做，太草率。太不计后果了。
人死后心解离体，那是神棍的假设。你凭什么拿你和娉婷2个人的性命去赌？万一娉婷，她……我知道，是我的问题。还有，你哪儿来的自信？你不会被控制？万一你被控制了，那你的杀伤力比娉婷大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反正作为朋友，我必须得跟你说，你今天的这种行为，你这种对生命的草率的态度是非常的……对不起，非常不对的。我知道，今天这个事情确实是我的问题，责任在我。能不能晚2天再走啊？虽然新井遇水之后已经被困住了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总是不安心。晚点儿，我们再给神棍打个电话，问问他的意见。那不生气了，1万3还在下面呢，帮我看着欣姐。这个事情，我欠他们一个解释。别收了哈。真有心姐，你们先消化一会儿吧。消化一会儿，是不是有什么深意啊？啊，羊肉。都知道啦。啊，那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没什么想说的。那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认识一个男生，然后，他们俩是普通关系哦。这个男生跟他聊着聊着天，突然这样摸了一下他的头发。你们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是不是你那朋友头上有什么脏东西，头皮屑啥的给糊了下来？没有没有，我印象中他没有。无中生有，罗仁摸你头发了。啊！他说的一个朋友给他发信，说头发干嘛呀？这是。我也知道，我这么说你们肯定以为是我，但是确实是我朋友。得了吧，编瞎话也请尊重一下彼此的智商。我从你的面色和你的表情就能看出来这一切了。那傻子才信你呢，就是罗仁。走吧嘛，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，我就收你当徒弟。我去！师傅，啊，可以理解是吧？我这是百事心切嘛，闹着玩呢啊！你自己那点体重你不知道是吧？啊，你下手也太黑了点。得，你也没饶了我，你瞧你给我挠的啊！这，你看，我能破你的防就不错了。到位了啊！好了啊，说话都正常了。牡丹，啊，我玩什么呢？要记录吗？对。您这是要？沈先生实时连线。你他死了？你觉得他如果真的要出来，保鲜膜有用吗？你说的对，也是啊。你们刚才没看见上面闪了一条光线吗？你别吓我！是不是什么影子呀？啊，我真看见了，不会是影子，我去看看。
嘿，我没看明白，这什么光啊？摄影机里看不到光。这一次跟上一次还不一样，一笔一画的，像幅图。这图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啊？我去拿笔。哎，画好了。这个终于搞完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画的怎么样啊？你这玩意儿画一宿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是盲画，那灯都关了，我纸都看不见，能画成这效果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3只鸡吗？是狼？更像是狗啊。那鸡和狗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已经很明显了，这新建让咱们给擒住了，他心里有恨呢。这玩意儿多歹！咱们3男1女，他画3鸡1狗，什么意思？这骂我们的吗？能吗？骂咱们一宿，不至于吧？4K， 高清观感，还防弹玻璃，水温可控，监控可连接，蓝牙。我的妈！你是要给新简住豪宅啊？关键是结实。虽然新简入水后就老实了，但是是不是真的老实，能老实多久都是个未知数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行，我帮你问问他啊。哎，肖老板娘，哎呦我天！那张叔问你什么时候回去，他要发飙了都。明后天吧，看看哪天机票核算。哎，他说明后天，看哪天机票核算。哎，哎，新家呀？什么意思？这新简还挺好。哎，没有花钱的不是。明天要走啊？事情都差不多了，你也挺忙的，你就先回去吧。这样啊？哎，要不明天我请大家中午吃饭吧？这一阵子多亏了你们才能解决事情。嗨，今儿可惜没能带你们四处逛逛啊。哎，这样吧，晚上要不要去沙漠？有篝火晚会，还能骑骆驼。太好了，我喜欢沙漠骆驼。哎，我也喜欢，是不是？你喜欢沙漠骆驼？那骆驼非常妖娆婀娜的。哎呀，曹兄，你不喜欢骆驼，凭什么呀？我问你，骆驼有几只眼睛啊？2呀。有几个驼峰啊？2呀。几个鼻孔？2呀。几个人坐？啊！我不喜欢骆驼，我恨骆驼。啊！没事。那他俩都不想去，那咱们还去吗？那你想去吗？现在这样真好呀。欣姐的事情结束之后，整个人都轻松多了，算是结束了吧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娉婷好起来，比其他的都重要。欣姐是什么，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所以，在我们这里，应该算是了了吧。下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想开车送你们回去的，但医生告诉我，娉婷要尽快去大医院治疗。没关系了，娉婷的事儿更重要。牡丹，
我们算是很好的朋友。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的。那既然是很好的朋友，马上要分别了，我当然会有一点不舍了。分别之后，10年8年的，不会再见面也有可能啊。你刚才都说了，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，还说的那么轻松。不是我什么时候说不会再见面了？我说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见面。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。那你还想见我？你想见我吗？我想。那我也想吧。你这还分情况啊？要是我不想呢？那我也不想。别人都不想，我干嘛还要想？医生告诉我，娉婷在小山河得不到很好的疗养，要去南方才行。当时他一说，我就想到了利息。你知道的，我在利息租了套房子，在考虑要不要续租。但是又怕招人烦，怕被说什么罗任你怎么又来了？不过现在好了，既然大家都想见面，就麻烦小老板娘帮我照看一下房子，等娉婷去完医院，我们一起过去，好吗？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抽空帮你照看一下吧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这么凶还要多久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。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。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功夫命运的事无谓携手。哪怕披荆斩棘，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。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光年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，莫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
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，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落马湖是有霍从这号人，他家住在城前巷12号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能把你打成什么样啊？他那么厉害吗？毕竟是练家子，这年头难得遇到一个练武的人，他师傅一定是个高手。哎呦，这都打上了，你这个案子以后就更难查了。我倒是觉得会越来越顺畅，大家看品行，看修行。这个穆代是个值得结交的人。哎呦喂，这评价够高的啊！高吗？从你嘴里说出来算高。你不是常说吗？你身边都是些两面三刀、下手无情的人，值得结交。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啊。对了，娉婷怎么样？好，还是老样子。哎，得亏呀，他是个文疯子，他要是武疯子，我可看不住他。你看这样行吧？咱们再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医生。你查的是旧案子，你就算是找到了真凶，也帮不了娉婷啊。郑伯，叔叔的案子太过离奇，娉婷也疯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我始终觉得案子本身才是关键。
陆代，我感觉有7、8分像了。这2天，我打算把杂货店转手，钱一到位，我就带着画像去小商河，大不了见人就问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揪不出这个人。很会选地方，内外都有摄像头，人也很多，很懂得保护自己。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受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陆代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留余地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亲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亲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我很忙哦，你要不说我可走了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可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龙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啊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路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这一幕印象太深刻了，
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陆小刀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。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，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罗小刀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我说过，老人，不要让我出去。平平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李坦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。说什么？月清，终于抓住了。你说清楚！告诉你的生命。我赶着送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李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。
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，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，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利探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是好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言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台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姨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，我们在鸡同鸭讲。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，他跟凶手打过交道。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谁？张光华是我红姨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二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？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。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红姨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红姨，来啦！我这个
哎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哎，红姨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闭上眼睛！来了。喂，霍子红小姐吗？我是。你查的落马湖案有消息了？